我们手边的这台新电脑是 ROG 推出的魔霸 5R， 从外形上看，它长得和魔霸5很像。比较特别的是 ，A 面左下角这个位置有一个 AMD 的 logo， 而且是印上去的，不是贴纸哦。哎，你猜的没错，这是一台3A 游戏本。咱们等了很久的 AMD 处理器加 AMD 显卡的游戏本终于上市了。那么这台电脑的性能表现如何呢？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吧。按照惯例，先来介绍一下配置。ROG 魔霸 5R 搭载了 AMD R95900HX 处理器，拥有8核心16线程。这颗处理器我们上半年见过很多次了。显卡则是全新的移动端 A 卡 Radeon RX 6800M。这张显卡我们还是第一次见，它采用了 RDNA 2架构 Navi 22核心，支持 Smart Shift 技术。一会儿我们会详细分析。内存有2根8GB 的 DDR4 3200兆赫兹组成双通道，是单面颗粒的。固态硬盘是三星的 PM991A 512GB。屏幕是一块 1080P 30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。电脑的首发价格我们请后期打在屏幕上。接下来是外观，魔霸 5R 在外观上和魔霸5是一样的。我们之前测试过魔霸新锐和魔霸5 Plus， 也出过视频，外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。接口布局，这几台电脑也是相同的，右侧没有接口，左侧是2个 USB 3.0 Type A 和一个耳麦接口，后方有一个 USB 3.0 Type A， 一个全功能 Type C、HDMI 和 RJ45 网线接口。C 口加入了 PD 充电器的支持，最高功率100瓦，用作外出应急的备用方案绝对是够了。下面是实测环节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新配置的具体情况。CPU 部分介绍过了 ，R95900HX 的具体规格大家都比较清楚，重点我们放在显卡上，也就是这张全新推出的移动端 A 卡 RX 6800M。AMD 目前在移动端推出了 RX 6600M、6700M、6800M 3张新卡，命名和桌面端还是有些区别的。最高端的6800M，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测的这款，采用了桌面端6700XT 同款的 Navi 22核心。采用了7纳米的制程，有40个计算单元，最高功耗为180瓦，这个数值比我们测试过的 N 卡要高出许多。显存方面，6800M 采用了 GDDR6 的显存，容量为12GB， 控制器和6700XT 一样是192比特，看起来好像比隔壁老黄家的 N 卡低了一个档位啊。但移动端 A 卡也配备了 Infinity Cache， 它相当于是一个超高速的缓冲区，在基本不增加功耗的情况下，减少显存的瓶颈，这样就可以提高游戏的性能。甚至还能避免挖矿，简直是一举两得啊！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频率，这张 RX 6800M 墨屏就已经是2116兆赫兹，游戏的时候频率甚至可以跑到 2.4 到 2.5G 赫兹，都快赶上部分处理器墨屏了，高的离谱啊！3A 游戏本自然也少不了 Smart Shift 技术，这项技术会把 CPU 和显卡视为一个整体，可以根据不同的负载动态调节 CPU 和显卡的功耗分配，它的作用有点类似于 N 卡的 Dynamic Boost。但相比较之下 ，Smart Shift 的可调节范围更大，最终的目的是在总功耗不超过散热上限的前提下，提升整体的性能表现。具体效果怎么样，我们等会儿试试就知道了。除了基础性能的提升，这次 RDNA 2架构在每个 CU 里都加入了一个光线追踪单元，相当于 A 卡也有实现光追游戏的能力了。光追不再是 N 卡的独占。虽然这第一代的光追效果嘛，我估计也不会好到哪去啊，但起码是从无到有的提升，我觉得还是值得鼓励的。哎，那光追都有了，那是不是 DLSS？ 哎，还真有。AMD 在发布会上也公布了类似 DLSS 的上采样技术，叫 FSR。FSR 也能尽量在不损失画面的情况下面提高游戏帧数。而与 DLSS 不同的是 ，FSR 不需要硬件支持，基本上主流显卡甚至是老显卡也能用。而且最良心的是 ，AMD 把这项技术开源了，所以说 N 卡甚至是 Intel 的核显都能用 FSR 获得免费的性能提升。到截稿为止，这款技术已经有挺多的游戏支持了，还有很多的游戏厂商表示正在进行适配，相信主流游戏很快就能用上了。原理部分讲完了，那实际表现上 ，A 卡的旗舰产品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下面我们通过实测来看一下吧。为了更好的了解这张新显卡的定位，我也来为它找了几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首先是同样搭载旗舰 N 卡的 R9000K， 它搭载了一张165瓦功耗的 RTX 3080。并且使用的是同款的 5900HX 处理器，应该是比较公平的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找来了140瓦 RTX 3070的 GP66， 这台机器的显卡性能会比3080低一档，但 CPU 的游戏表现会好一些，也可以作为参考项。首先是跑分，默认我们放在增强模式下，首先是 3D Mark， 基于 D-11 的 Firestrike Extreme 6800M 的表现是比较好的，成绩甚至比 RTX 3080还要高。但是来到 D-12 的 Time Spy A 卡的表现就相对一般了。这一项6800M 介于165瓦的3080和140瓦的3070之间。CPU 部分，5900HX 的 R20循环表现还不错，增强模式下全程跑到了5300以上，最高来到了5400分。
跑分时功耗差不多保持在87瓦左右，频率4.1G 赫兹左右。看完跑分，接下来就是游戏测试了。这次我们有2个目的，一是看看这台机器本身的游戏表现如何，另外由于这台机器没有独显智联，本身的游戏性能可能表现并不会那么理想，所以说我们给它换上了双面颗粒内存，连接外屏，实现独显智联，再来测试一下3A 游戏本的理想状态下的表现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单机大作，古墓丽影：暗影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6800M 在这一项的表现还是可以的，直连输出的状态下超过了 RTX 3080 Laptop。没想到新的 A 卡性能那么强啊，直接超过3080啊，非常夸张了。那这个游戏的帧数在单机游戏里是比较高的，那因此呢，直连和混合模式也拉开了一定的差距。来到 2K 分辨率下，6800M 的帧数和 RTX 3080打成平手，没有像 1080P 领先那么多了。接下来是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，这个游戏也是 A 卡的强项，1080P 下超过了 RTX 3080，2K 下也比3080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 1080P 下 ，AMD 处理器的游戏表现确实拖了一点后腿啊，导致3080的 R9000K 帧数居然还没有3070高，不太合理。不过呢，2K 分辨率的瓶颈就在显卡上了，帧数表现就正常了。接下来是显卡逃离，这个游戏 A 卡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。1080P 下，无论是直连还是混合输出，都要比 RTX 3070差一点。2K 分辨率下情况也是一样的，看来这个游戏对 A 卡的优化做得不是那么好。另一个游戏《全面战争：三国》，6800M 的表现也不是很好，1080P 勉强跟3070战平，2K 分辨率下稍微比3070高一点。赛博朋克2077 6800M 的表现介于3080和3070之间，比较接近3080。大表哥同样也是如此，6800M 的表现弱于3080，好于3070。大型单机自然也少不了光追的表现啊。可惜呢 ，A 卡光追的效率真的是比较弱。我们测试的这几个游戏里，无论是 1080P 还是 2K，6800M 开了光追之后，效果都远远赶不上 RTX 3080，帧数下降比较严重。上面也提到了 AMD 上采样技术 FSR， 由于这几款游戏暂时还没有支持，我们选了一个目前 A、N 卡都兼容的新游戏 Godfall 众神陨落。2K 默认状态下 73.8帧，开启最低档，也就是所谓的质量档 FSR， 帧数提高到了 92.6帧。如果直接开到性能档，帧数能提高到 118.8帧，帧数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，这项技术 N 卡也可以用，3080在这个项目里也能用到 FSR 提高帧数，并且提升幅度也是基本相同的。网游方面 ，1080P 下 Dota 2只有138帧，如果直连外屏可以跑到 185.8帧，2K 分辨率下帧数几乎相同，瓶颈主要在 CPU 和内存上。CSGO 部分可能是 D-9 优化的问题啊，这张 A 卡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。1080P 下直连只有392.3帧，2K 只有377帧，都比不过 i7+3070 和 R9+3080。除了游戏，生产力环节也是对显卡的一大考验。Adobe 三件套，默认状态下 PS 799分，AE 1017分 ，PR 只有537分，表现不好。如果换用4BG 的内存，分数能上涨一些，但是对比 Intel 加 N 卡的游戏本，这台3A 配置的魔霸5R在 Adobe 测试上的表现确实不咋地。SpecView 同样也是如此啊。在大部分项目中 ，RX 6800M 的分数都要低于 RTX 3080。看来 A 卡在生产力方面的表现的确比较一般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工作需求 ，N 卡的笔电还是更加适合你的。简单总结一下，这张 RX 6800M 的游戏表现大体介于 RTX 3080 160瓦和 RTX 3070 140瓦之间。D-11的游戏这张显卡的表现比较好，但 D-12的游戏表现就稍微弱一点了。光追性能部分，这张显卡远远落后于同级别的 N 卡，表现的比较糟糕。而生产力部分，由于缺少了 CUDA， 这方面的表现 A 卡一直要比 N 卡差一些。不过总体来看，这一代的移动端 A 卡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旗舰卡 6800M 的性能追上了 N 卡的次旗舰，这事儿要放在1年以前，肯定谁都想不到，对吧？看完了性能表现，下面是拆解环节。魔霸5R的拆机并不难，卸下全部螺丝后即可揭开后盖。注意底部的灯条排线需要断开才能把盖子取下。机器上方覆盖了一片很大的均热板，左右两侧的鳍片通过2根热管与均热板相连。因为里头用了液晶散热，所以说非必要状态下是不建议拆散热的。因此均热板表面还特意印刷了元件的位置，方便你了解下面部件的位置，十分独特啊。上方有 Cutting Edge Cool 字样，意为极致散热。右下方也有 ROG 的 logo， 看样子啊，这套散热模组 ROG 是下了大功夫的。内存插槽位于 CPU 下方，默认是2根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，每根8GB。单面颗粒，实测读写速度看图。固态硬盘的接口位于左侧，原机自带的是一根 PM991A， 读写速度看图。这块硬盘的缓内读取速度还行，压力测试就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大波浪，表现一般。
最下方是电池，容量90瓦时 ，PC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时间为9个小时41分钟，表现不错。那么用上这么有创意的散热之后，它的散热表现好吗？下面进入散热测试环节。室温25摄氏度 ，BIOS 是309版本，在增强模式下单烤 FPU，R95900HX 运行在86瓦，温度95.5度，频率4.125G 赫兹。单烤显卡 RX 6800M 稳定在174瓦，温度86度，频率约 2.3G 赫兹。双烤 CPU 温度维持在95.4度，功耗42瓦，频率维持在 3.325G 赫兹。显卡温度维持在88度，功耗137瓦，频率2031兆赫兹。表面温度如图所示，键盘键帽温度最高为44.7度 ，WASD 键位区域在38度附近，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。但由于功耗上升，表面温度会比魔霸5更热。噪音部分，增强模式下噪音值来到了52.3分贝，正常游戏本的水平。通过 Smart Shift 45瓦的 R95900HX 功耗最高可以达到90瓦，130瓦的 RX 6800M 功耗最高可达180瓦。这两个核心的发热真的不小啊！尽管使用了双液晶加 VC 均热板的方案，双烤时 CPU 依旧会受到温度墙的限制，显卡温度也来到了88度。CPU 因高温降低了功耗，额外的功耗被 Smart Shift 动态分配到了显卡上，因此呢，总功耗维持在180瓦。此外，如果开启手动模式和最高转速后，总功耗墙最高可以设置到190瓦。此时显卡功耗130，频率1986兆赫兹，温度82度。CPU 因为散热改善，功耗上升到60瓦，频率3.75G 赫兹。但如果手动开启强冷模式，噪音最高会来到58.5分贝，声音很大啊！日常使用呢，建议还是不要折磨自己的耳朵了。好了，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总结了3条优缺点，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首发搭载旗舰级 A 卡，且性能释放较强。魔霸5R 是首发搭载 AMD 6000系列移动端显卡的游戏本之一，游戏的表现也追上了 NVIDIA 的高端游戏卡，这点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。并且呢，这台机器的显卡功耗给的非常足，配合 Smart Shift 技术，最高可以支撑180瓦的功耗，非常暴力。第二，散热设计有创意，采用显卡加 CPU 双液晶加 VC 均热板。除了新配置，魔霸5R的散热设计也非常特别，显卡加 CPU 都用上了液晶，散热效率要比之前硅脂更高。而且呢，特殊设计的 VC 均热板也让这台电脑的拆机图赏心悦目。第三，90瓦时电池容量较大，且支持100瓦 PD 充电。这台电脑的电池容量很大，续航表现也比较不错，而且呢还支持 PD 充电，外出时可以不用带大砖头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不支持独显智联功能。从实测数据来看 ，A 卡的游戏帧数同样会受到核显的干扰，帧数越高的游戏影响越大。不巧的是，这台电脑配了一个30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，结果就是很少有游戏能够在混合模式下跑到这个帧数，超过的规格浪费了。我们打听下来，是因为 Smart Shift 技术会和独显智联冲突，因此呢，这台机器没有加入智联，希望下一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。第二，方向键较小且没有数字小键盘。魔霸5R和魔霸5的外壳是相同的，所以说键盘布局也一并保留了下来。全尺寸方向键和小键盘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刚需，应该还是有要求的。第三，没有搭载摄像头。这个问题网络上有2种观点啊，一是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另外一种呢是内置摄像头画质太差，而且使用率太低，所以说砍掉内置也不是不能接受，实在不行就外接一个。大家觉得笔记本的摄像头有必要吗？可以通过这个小投票告诉我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魔霸5R的表现的确让人非常惊喜，只要能完全发挥，它的游戏性能表现可以追上3070，直逼3080。但是它的光追性能比较弱，而且呢生产力表现也不及一众 N 卡，在这2个方面 N 卡还是有绝对的优势的。另外，这台机器默认没有独显智联，内存也是单面颗粒，对于一台1万元以上的游戏本，这些缺点也会影响到它的性能表现。无论 A 卡未来如何发展，一家独大永远不是游戏本行业的健康发展方式。在我看来，魔霸5R是一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，就像当年荣耀首发 R72700U 轻薄本一样 ，AMD 带领着一众电脑品牌吹响了反攻的号角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较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每天都会在里面和大家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较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